志同，我们每一次看到中国出现这种报复性的事情，不管是车祸或是伤人事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社会压力太大了。没错，没过多久都会发生一件一件。你看到今年就有云南哦，最近又发生了这一种所谓的报复性社会的事情，结果这一名驾驶，直接遭到特警哦。直接击毙的，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说，放在7月20号的时候，中国在这个云南昆明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就直接开了这个车，这个车是他们你看蓝色的越野车 SUV 的车，叫坦克300，然后他就开始开，然后开了之后呢，他们讲也是跟我们之前发生车祸的这个一样，他闯过红灯，那闯过红灯之后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的时候呢，他不但是高速闯过红灯，然后把很多的这个行人还有多辆的车辆完全都撞飞，有单车，有这个一般的这个摩托车，然后地上到处都是死伤者啦，还有这个单车的零部件都摔在旁边，然后这个所谓撞击力道非常的强，那撞击非常的强的时候，就没想到你知道，甚至他往前逃窜的时候呢，还撞到了一个警车。那这个警车，你看，我们那这个警车就是原本要去拦他的这个警车，被他撞成这个样子，这是完全凹陷哎。对，没错。是什么？撞击力道开非常快。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个之前的这个撞到很多人躺在路边就是这样，我们看有打马赛克就是这样，然后撞得非常惨，撞得非常惨的时候，当然警方在这边追他之后，结果后来没想到，你看警方把他堵住了，把他前后把他堵住。你看这就是撞车的这个现场，很多人就是不幸的这个伤亡了。然后车已经把他堵住了之后，就堵住了叫他下来，他不下来啊，他抗拒怎么办呢？就没想到这是特警哦，特警跟着暴力把他打开敲窗之后，后来就连续可能疑似他要反抗，就棒。连开数枪，那当然了，这个驾驶就完全就可能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嘛。在下一幕就看到说，把他揪出来之后呢，然后把他抓上这个担架，然后就送到医院去。然后据了解是他已经过世的啦，哈。但是这件事情来说话，赵文你知道，他过世这件事情来说，警方后来就发了个通报，因为我们知道他都会警情通报嘛，对。那警情通报就是说，你看2025年7月20号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发生一起这个交通事故，然后警方报告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这个当场处置，然后启动120个急救单位来展开120等急救部门展开救援，然后经查是李某某就这个男生，他开了一辆蓝色的这个小型越野车行驶到之后，然后就开始撞上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行人啊，然后肇逃嘛，然后造成是2个人死亡，4个人轻伤，5个人这个为受伤，然后这个受伤人都已经医治没有生命危险，然后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李某某抓获，对，他用抓获哦，然后以排除酒驾、毒驾等这个涉嫌，然后初步查明这个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然后事故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之中。这太奇怪，你刚不是说当下被开了4枪？不是被击毙了吗？就你现在跟我讲什么？已经抓获，对啊，你没有说他死亡，对啊，抓获意思是什么？是他现在扣留，是在警察局里面，所以这让人家觉得什么？他不是已经被你们击毙了吗？那你扣留之后，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警方调查的结果，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对了，对，反正这一个已经死无对证了。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事情了之后呢，就有人就说，未来你搞不好干这种事的时候，第一个时间都会被警方击毙。为什么？警方把你击毙之后呢，你就没有话说了嘛？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真正的事情是什么，搞不好他真的因为对这个社会不满或是怎样，反正这个事情来说，我就把你击毙。而且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刚刚讲这件事情是7月20号，对，结果你的警情通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7月21号，对啊，你不是很英勇的，对啊，去处理这件事情，是啊。你要马上跟大家讲，结果你写了这一篇，而且大家就觉得发毛了。而且这个人已经很久，你看他当场就已经被你击毙了，就你还这个隔一天还发这样，人家就说你在掩盖什么东西。但是无论如何，这可能是会变成是未来中国在处理这些事件，可能第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你击毙了。对，因为这个不用再调查嘛，对不对？因为万一他讲出什么，什么官商勾结还得了？不用任何理由了。对，反正就把你击毙，击毙之后，反正你就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会调查你什么原因，反正调查是任由警方调查嘛。好，那除了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上的确发生了一些这个目前为止人心蠢动的这个状况，不然也不会有这种所谓故意去冲撞人群的事件。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嘛。不是他们开始在那边杀来杀去吗？整个外卖平台都0元呐，然后这个给你补贴一大堆，然后就造成什么？造成很多外送员因为拼命在送嘛，因为他们很怕掉单，也很怕被罚。就最近就有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刚好中国也有很多地方有这个下大雨的这种状况嘛，就没想到发生意外。发生意外是什么？你看这是个外送员，对，他在送货的时候就没想到砸下来，砸到他就受伤了。就受伤的时候，就这件事情引起中国网友的这边抗议，说：你看啊。
不要这种抢单抢到什么，连这个生命都不要了。就是他们就开始，监管总局发现到说，民心民怨沸腾，他马上就找了这些平台啦，就约谈饿了么、美团还有京东，就说啊，你们不要再是什么零元购，不要这个样子了，不要这样子抢单。所以看起来的话，他们真的有开始怕到这个一些社会的氛围跟社会的脉动。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这几年的时候，中国不是都说要什么烟火气啊，然后要搞这个所谓地方经济嘛？以前这个习近平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对。但是现在没办法，经济真的很差。经济很差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岳阳大学他们就开始跟这个岳阳市的烧烤协会要战略合作。等一下，他过去瞧不起这件事情，结果你现在开了一个这个烧烤研究院。大家一起来烤就对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很多那种地摊经济又重新热了嘛。像去年我们讲到做淄博烧烤，那搞了很多人去那边烧烤，跑到那边去观光。所以他们现在这一套呢，很多地方也学了。尤其是你知道岳阳，其实以前烧烤是非常有名的。以前你只要烧烤是岳阳很有名就被淄博抢去了。那被淄博抢去的时候，这个湖南哪能够忍受？他们马上你看，他们就成立了烧烤研究院。然后烧烤研究院来说，就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的学徒，然后主要是缓解就业啦。因为他们目前为止太多人这个毕业之后就是失业嘛，对。所以他们现在开始他们还弄了非常多。你看，我们全市有2000家烧烤门市面临人才断层等瓶颈，然后通过成立这个学院来说话，就可以烧烤人才，然后缓解就业，促进这个岳阳烧烤由烧烤店迈向烧烤产业链。所以就是这样，烧烤产业链。对，所以这样，那我就说，那只有岳阳这样搞，没有。你看四川也来了，四川成都烧烤这个技术培训，所以呢，各地就是，因为我现在搞经济什么最好，就是这种小地摊嘛，对不对？你看淄博办得多好，如果我岳阳也办得起来，如果我四川也办得起来，那当然就会刺激经济嘛。所以从这些现象，你就告诉你什么？中国的经济呢，似乎是真的遇到一些问题，否则的话，你看过去都是讲什么高大上的这个产业，现在怎么会开始注意这种烧烤产业？就是因为他们的就业真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辉成，汉光军营的过程当中，今天一张照片，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这是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穿军装结果这件事情，大家的讨论度也太热了吧？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然会认为说，我们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从以前李登辉时代，到不管是蔡英文、陈水扁、马英九，这历练的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都是大内高手，对，非常的低调，就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赖总统的办公室主任陈义霖，哇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还摆拍其实这样的画面，大家。出来之后是还蛮讶异的。那除了就说没关系啦，因为人家演习嘛，那可能就是说，他有特殊任务在啊，那女生不能穿吗？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人在讨论女生能不能，女性文官能不能穿军服，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对，而是他的态度以及他的心态，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应该要做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应该要谨慎而行应该要什么事能做，而什么事不能做，比如说。最挞伐的就是他的发文，他的发文写打掉重练，一步步推进，1年来加紧脚步推动改革虽然是困难重重，但在每一次的内部会议上都能感受到总统守护国家的绝大决心。他常说，准备不是挑衅，透过实力才能达到安全与和平。然后下面还 hashtag 纪念第一次着军服，汉光的背章很美。我请问一下，他里面第一句话就讲打掉重练，我们现在赖总统是政党轮替变成总统的吗？不是吧？对，民进党执政第9年嘞，所以换句话说，他的一句打掉重练，难道意思是指之前总统蔡英文所有的国防这些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在军事上的安排或后面的，难道全部都是错误的吗？不要忘记，所谓的国防改革这件事情，在蔡总统任内，是他把那个所谓的兵役恢复到1年期，也是他进行相关的美军一个在台湾驻练，所以这一次的汉光狮子1的演习，你说可以成功，应该大家都会认为说这几年的一个国军的改革上是成果有成，但不是他。可以这样任意点评这一种建军，然后相关的一个军备相关的事情，这是过往所有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调。第二件事情，有人就跟我说，你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他高调不是只有这个他高调到什么地步？我特别去查，光是你这几个，对，没错，对，就是这几个是什么？我特别去查。你在总统府的官方网站上，你打
总统办公室主任。我跟你讲啦。通常会出现在新闻稿上的只有人事案哦，比如说哦，姚惠珍从副总统办公室主任，然后变成什么样位阶啊？总统办公室主任黄崇彦升任的什么什么啊？人事案有，但是从来没有其他的新闻上看到他的名字。但是陈义霖从2024年3月22号，左边第一个啊，他说是110，也就2024年的12月6号，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总统府的新闻稿上。为什么？因为他陪同赖总统，就是去出访友邦。那么多年来，大家都是出访友邦，从来没有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名字会出现在新闻稿上。再来还有什么？113年4月16号陪什么？陪赖总统释访中部地区啊！所以夯不啷当，光是从2024年就3月22号释访南部军区，3月29号释访中科院，4月2号释访那一个博爱特区，4月16号中部特区，就是请问一下，过往那一些这么多的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大家也都陪同总统去释访，没有一个人高调到这种情况。而他现在不只是出名，还要出声，还要点评我们军方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家才会直接把这个所谓的在宪政上为什么他不应该的事情讲出来。你看，今天写这个稿子是跑了。民进党跑了20几年的一个老记者，直接告诉你，宪政体制上，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都是其实应该算是黑官啊，都是参与最机密的文件哦，所以不会轻易出现在官方网站上。而你这样子，陈义霖出现在空军清泉岗基地啦，甚至去衡山指挥所啦。都有你的大名，所以人家也会认为说，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之高调前所未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